呢個世界從此會唔一樣。呢個世界從此會唔一樣。呢個世界從此會唔一樣。你仲記唔記得呢句説話？整個城市陷入恐慌，所有嘅消毒藥水、口罩全部被搶購一空，街上連水漲船飛，商場裏邊一個人都冇。戲院停業，食肆減價促銷，繁華喧囂嘅大都會一夜之間變成一個人心惶惶嘅死城。然後有一日嘅朝頭早，你扭開收音機，喺一個叫做香港家書嘅電台訪問節目入邊，你聽到一句咁樣嘅説話。我相信過咗呢一役之後，世界上好多嘢都唔會同以前一樣啦。好多同事唔理係醫緊人嘅，抑或係俾人醫緊嘅，都同我講，佢哋嘅人生觀有咗好大嘅改變。若果我哋好似鳳凰咁喺灰燼中重生嘅時候，發覺到除咗名、利、權、物質同埋享受之外，係仲有啲更重要、更寶貴、更值得我哋珍惜嘅嘢的話，咁又豈非塞翁失馬，焉知非福呢？講呢番説話嘅人叫咩名？張志康而家已經冇辦法記翻起，但係佢好清楚記得，佢決定離開香港嗰日係2003年5月24日，亦即係世界衛生組織宣布撤銷對香港嘅旅遊警告之後嘅第一日。嗰日嘅晏晝，張志康因為一啲事情要去中環揾佢爸爸。佢爸爸係賣雞，喺中環街市有一個200平方尺嘅雞檔。呢個雞檔由佢阿爺嗰代開始已經經營咗3代，不過傳到嚟佢爸爸呢一代，呢個祖業已經變成一個夕陽工業，殺雞停業洗檔，再殺雞再停業再洗檔，整個行業元氣大傷。嗰日天氣好熱，張志康去到中環嗰陣，啱啱遇着放 lunch， 成個中環都逼滿晒人。去到街市嘅時候，啱啱遇着佢爸爸同啲伙計喺度劏緊雞。張志康行埋咗一邊望住佢爸爸，佢爸爸年紀好大，動作好慢，但係當佢伸手入雞籠嗰陣，仍然好純熟咁樣一手就捉住一隻雞，隻雞哥哥咁喺度叫，猛咁拍對形。張志康嘅爸爸就一手捉住雞頸，一手攞起把刀，若無其事喺雞頸嗰度一界，隨手就將隻雞掉咗入一個大鐵桶入邊，然後擺低把刀同佢講：我最近收到好多政府寄嚟嘅信，冚唪唥都係雞腸嚟嘅，你幫我睇下佢哋究竟講啲乜嘢。於是張志康就逐封信解釋俾佢爸爸聽。張志康一邊讀信一邊心不在焉，因為佢見到嗰個大鐵桶喺度猛咁。隻雞喺個鐵桶裏邊亂跳亂撞，不斷咁樣掙扎。隻雞越掙扎得犀利，啲血就流得越快。但係無論隻雞點樣掙扎，啲血一滴都唔會喺個桶裏邊彈出嚟。呢個係賣雞嘅人傳統殺雞放雞血嘅方法。好快，個桶裏邊就再一啲聲都冇。張志康亦都解釋完啲信。佢爸爸照例向佢餓咗幾句，問佢：喂，你30歲都嚟緊頭路喎，你打算點啊？之後張志康離開咗街市，佢一路行一路諗。佢記翻起佢細個嘅時候，第一次見佢爸爸殺雞，好驚，覺得好殘忍。但係今日再睇翻，佢反而覺得隻雞咁樣死法死得好光㗎。至少隻雞唔係一大批咁俾人攞去屠殺。至少唔係俾漁農處嗰啲人注射咗啲唔知乜嘢藥物入去，無聲無息咁俾人類毒死。至少隻雞自己一個喺個鐵桶裏邊同個鐵桶搏鬥，至少個鐵桶乒乒乓乓咁見證過佢死亡。至少最終隻雞可以瞓喺自己嘅血裏面。至少當死亡來臨嘅一刻，有我呢個見證人在場。張志康覺得，作為一隻雞咁先至係一種有尊嚴嘅死亡。
佢一路行，一路諗。當佢行到上去皇后大道莊嘅時候，突然間見到一個奇怪嘅景象。佢見到有一隻雞企咗喺對面馬路嘅行人道上邊，喺間銀行門口前面亂跳亂撞。張志康腦裏邊第一個反應就係頭先隻雞，頭先隻雞啊！呢就係頭先嗰隻雞啊，係嗰隻雞啊！我再睇真啲，呢隻雞細啲，呢隻色淡啲。不過點都好，張志康認定呢隻就係頭先隻雞，隻雞喺個鐵桶裏邊逃走咗出嚟，隻雞復活重生，浴火鳳凰。張志康呆咗咁望住隻雞，望住隻雞喺馬路旁邊亂行亂走，但係經過嘅人一啲反應都冇，冇人理佢，冇人停低，冇人覺得奇怪，大家匆匆忙忙喺隻雞周圍掂行掂過。如果係禽流感嘅日子，大家一定會大呼小叫。不過而家係沙士時代，一轉頭啲人今日後沙士時代，因為沙士啱啱喺尋日正式結束咗，而家再冇人會咁將一隻走甩咗嘅雞，冇人再會去介意一隻走甩咗嘅雞喺市中心少少嘅指頭。張志康企喺對面馬路，一直望住隻雞，望住佢喺市中心嘅繁華大街，蹦蹦跳跳，自由自在，好似完全唔存在喺路人嘅視線裏邊，好似完全唔屬於中環呢個世界，好似一個現實以外，另外一個時間，另外一個空間嘅畫面。隻雞沿住一間百貨公司嘅櫥窗彈下彈下，跳下跳下。消失咗喺上班族嘅腳步。